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几周前，李嘉诚想出售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这让他站上了风口浪尖，还一共打包全球43座港口，作价228亿美元，准备卖给一家美国公司。虽然到我做完这期节目的时候呢，还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卖，但这一爆炸性的消息让那个买方美国公司贝莱德也忽然就闯入了我们的视野。它究竟是什么来头？川普前脚刚刚说要夺回巴拿马运河，他就后脚搞定李嘉诚，准备把港口买回美国。查询后发现，他竟然是欧美网友口中控制世界的黑手，世界上最邪恶的公司，你不知道的阴谋等等等等。表面上看，它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手上管理着10万亿美元的资产，几乎是美国 GDP 的一半呢。但抛开来看，它几乎掌控着所有你能想象的品牌、公司和银行。苹果 iOS 和谷歌安卓的争夺背后竟然都站着这家贝莱德，它既是苹果的第二大股东，也是谷歌的第二大股东。再看看微软和 IBM， 它还是双方的第二大股东。芯片领域了，英特尔的第二大股东是它，英伟达的第二大股东是它， AMD 的第二大股东还是它。生活领域，麦当劳的第二大股东，肯德基东家百胜集团的第二大股东，亚马逊的第二大股东，易贝的第二大股东，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的第二大股东。银行领域、制药领域，它几乎控制着所有的主流美国银行和世界级制药企业。还有娱乐媒体领域，各种 CNN、CBS、福克斯、NBC、迪士尼、华纳，这也都是它主要持股的公司。另外，像特斯拉、沃尔玛、戴尔、惠普、美孚、PayPal、Visa、万事达、Meta， 它的商业版图遍及全球，甚至中国的百度、美团、阿里巴巴、腾讯、网易、小米，这也都是它的触及之处啊。只能说，从你昨晚点的外卖到你今天刷到我的影片，就没有它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你以为的商业竞争，你以为的自由市场，背后竟然都有它的出手。另外，他的创始人呢，叫做拉里·芬克，甚至是能够帮助美联储走出困境，几乎被誉为操控世界的男人。然而，继续深挖之下，这个男人的背后却又似乎站着一台早已超出我们想象的 AI 系统——阿拉丁，正在从你每一笔交易信息、刷视频的每一个流量数据中疯狂的学习、预测和掌控着一切。而这所有的恐怖了，从500万美元起步，芬克仅仅用了36年而已。所以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犹太财阀的家族，世界精英的组织，还是早已掌控世界的隐秘 AI 技术？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故事要从1952年的美国洛杉矶开始。穿过洛杉矶城西北方的费尔南多山谷，一大片名叫范奈兹的盆地，像世外桃源一般。在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末期呢，很多欧洲移民跟随着荷兰裔农场主兼企业家牛顿·范奈兹来到了这里。他们开发土地，靠着农场和经商致富。其中那些商人，毫无疑问也像古老的欧洲一样，大多是犹太人在经营。而我们故事的主角拉里·芬克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中产的犹太鞋匠之家当中。他母亲是一位英语教授，父亲经营着一家前店后厂的鞋店，或者说鞋企吧。因为在芬克7、8岁的时候呢，雪佛兰工厂来了，洛克希德工厂来了，小镇一下子就繁荣了起来。老爹的鞋店生意也直接变成了鞋企。小芬克就在这种欣欣向荣的环境中长大。他说，鞋店的收银台是我的第一个交易台，社区图书馆是我的第一个投研中心。我在鞋店中观察商业运作，学会了管理库存和服务客户的技巧。我还通过收银找零训练出强大的心算能力，这阶段我愿意称之为最早的现金流程课。而小镇的社区图书馆呢，由于有不少洛克希德和雪佛兰的工程师、技术员光顾，小芬克在这里耳濡目染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讨论。而且受妈妈英语教授的影响，小芬克从小就好学、爱听、爱说，这让他真的从图书馆、从那些技术员、工程师那里学到了很多有用没用的宝贵知识啊！这怎么看都是一个过于标准的犹太小孩的成长之路。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来一定能将老爹的鞋企进一步扩大，甚至做成一个世界级品牌吧。然而学着学着呢，17、18岁的小芬克却突然跟老爹说：“我要投身政治。”
原来这些年他已经靠出色的口才和广博的学识，以及那个精明的头脑，成了学校里的领导者。他似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系去就读。但学着学着呢，芬克天生的犹太基因似乎又在告诉他，经济、金融，这才是未来真正能左右世界的东西。于是他又投身到这一方面的学习。可是又学了几年以后呢，他还是觉得这些东西太空了，不落地。于是在硕士期间，他又选择了更切实际的专业，那就是房地产。他成了一名专注于房产的 MBA， 也就是工商管理硕士。MBA 毕业以后呢，1976年24岁的芬克以优异的成绩入职一家位于纽约的顶级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随后在这里芬克一展拳脚，很快他就搞出一个日后足以撼动美国的大发明。初到第一波士顿，芬克负责债券交易，可当时的债券业务可不像现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可是投行业务皇冠上最耀眼的那颗灰尘而已，累死累活不赚钱，还随时可能因为鸡肋而被裁撤。但芬克决定搞个大发明，他要向美国人民证明什么叫华尔街的盈利灰，落下来也是你们头上的一座山。这不，芬克 MBA 学的是房地产吗？第一份工作又搞的是债券交易吗？那芬克化身劈口太郎 ，I have a 房贷啊 ，I have a 债券，哦，房贷债券，所以这是什么？管它是什么，反正美国人民很开心。华尔街把我们房贷拿去打包，变成债券出售，这个炒房效率简直不要太高啊！我零首付住大 house， 租金都够还月供了，房价还蹭的往上涨。华尔街也很开心啊，皇冠上的那粒灰尘，如今怎么越看越耀眼？这简直就跟开了印钞机一样，抽的从空中升钱呐！33岁的时候呢，芬克的债券部门已经为第一波士顿赚了10亿美元。妥妥的未来 CEO 之星啊！他身上有一切华尔街之狼的品质，狡猾、勤奋、混蛋，以及驾驭同类和怜悯大众的手腕。他是全美第一批打着为美国人民降低购房成本的大旗而出售房产债券的华尔街之狼。而且正是这一发明呢，在日后2008年引爆了美国次贷危机。这都是后话。但凡我多考虑1秒钟未来的事情，那我就不是一匹合格的华尔街之狼。就这样，踌躇满志的芬克在34岁的时候获得了未来 CEO 试炼的机会，但他却认为野心、狡诈与贪婪这都不是自己登顶的法宝。如果真正要带领第一波士顿登顶华尔街，那必须信仰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你们看啊，如果计算机能够变得像人脑一样聪明，能够瞬间分析数万条量化参数，那我们的交易将变得多么威猛！相信我，计算机才是金融市场的未来。然而，面对一脸懵的投行长老们呢？要知道，这可是1986年呐！就像我们前面节目里聊过的一样，发明 AI 的辛顿教授，这个时候都还是科学家眼中的异类怪胎了。你区芬克又如何让电脑像人类一样交易呢？果然，1988年。芬克由于错误判断了市场风险，再加上计算机又出了一点点小毛病，芬克仅1个月就帮第一波士顿亏了1亿美元。这10年赚10亿，1个月就亏1亿。很显然，试炼结束了，芬克从此与华尔街 CEO 失之交臂，几乎是被第一波士顿扫地出门了。但芬克却依旧在华尔街继续高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相信我，相信我的电脑。在未来日趋复杂的交易和风险评估中，它绝对可行。当时，芬克身边聚集了8户将，据说其中4个人都是技术出身，这让他们看上去十分怪异。可当时最大的投资集团黑石呢，却决定让这帮怪胎们来自己这里试一试。在黑石看来，不过是投资他们一台2万美元的电脑工作站而已。然而，就是在这台2万美元的电脑工作站上，一个名叫阿拉丁的怪物就要诞生了。当芬克团队在黑石办公室里睡了4个月以后，他们做出了一套电脑系统，能够有效地评估交易风险。他们决定将其命名为阿拉丁，因为他们相信这就是自己的神灯，能够满足你的3个愿望。第一个是资产翻10倍，第二个是资产再翻10倍，而第3个则是再来3个愿望。如此循环，阿拉丁将是金钱的永动机。然而，这台金钱永动机当时不过是被放在黑石办公室的冰箱与饮水机之间，
人来人往，整整4个月都没人正眼看过他们一眼。这8个人加一台电脑，就像怪胎一样在茶水间工作。可是芬克抓住一次与黑石大佬舒世民同乘电梯的机会，说：“借我500兵马可好？我为您攻城略地。”500兵马，也就是500万美元呢。舒世民都笑了，还以为你这小祖宗要什么飞机大炮了，原来区区500万美元而已啊！舒世民当即划给了芬克小组500万美元的授信，让他们用阿拉丁系统试试。然而，仅仅1年以后呢，芬克和他的阿拉丁就带着2.7亿美元的管理资产，重新走进了舒世民的办公室。舒世民这才问：“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来着？”芬克答：“黑岩，出于黑石而胜于黑石的意思。”舒世民估计没有听过完颜阿骨打给自己部落取名大金的故事。这就是说，完颜阿骨打当年还在给大辽皇帝打工的时候呢，辽是冰铁的意思，阿骨打取名大金，金比铁厉害啊，也是出于冰铁而胜于冰铁的意思。后来金把辽给灭了。好了，不扯远了。总之，这一轮汇报结束后呢，黑石在黑岩中的占股比例确定为40%，芬克有了自己的资本。随后到了1994年呢，黑岩就已经掌握着230亿美元的资产，在资产市场里进行着各种变形与组合，一方面依赖于芬克华尔街之狼的本色，另一方面也依赖芬克背后的那台阿拉丁。他已经越来越强大，能够分析出最优的投资组合。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年呢，芬克与舒世民最终因为股权纠纷不欢而散。芬克团队咬牙跺脚，以2.4亿美元的价格为自己赎身，而舒世民本以为自己赚到了，可日后总有人调侃说，老舒这辈子最失败的买卖，就是把那500万美元的授信用黑石变成了2.4亿的现金，他竟然真的把黑岩给卖掉了。随后芬克也为黑岩改名，虽然英文名无法改了，于是他就把所有的正式译文名呢，全部按音译改为了贝莱德，以示与黑石的区别。从此以后，芬克贝莱德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之路，然而这一路上呢，却又充满了神秘。从公开信息中，我们只知道1999年贝莱德在纽交所上市，随后他开启了疯狂的并购之路。截止到2009年，他并购巴克莱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一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同时，由于巴克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ETF 供应商，被贝莱德并购以后呢，贝莱德也就成了 ETF 领域的霸主。然而，什么是 ETF？ 细说起来，这种商业模式就真的有点让人不爽了。通俗的说，就是商人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有些商人天赋异禀，能够算清世界一切变化，于是他神鬼一般的把鸡蛋几乎放在了所有篮子里。ETF 投资就相当于购买一个国家的国运，比如美国标准普尔指数，就是每天那个大盘多少点多少点的那个大盘，它其实并非统计所有美国的上市公司，而只是统计最主要的500家公司，所以叫做标普500。而这500家公司当中呢，又有88家是重中之重。那好， ETF 投资就是把这88家的股票我全买一遍。再更进一步细分，这88家当中又由前9家占到整体权重的35%左右，那我就又把这前9家买成第一大、第二大股东。如此一来，只要美国不崩溃，理论上我贝莱德的投资就不会崩。然后你要问我哪来这么多钱买股票？这还不简单吗？我以我股神的战绩成立一个 ETF 基金，你们都来买这个基金呢？基金赚钱的我分一些给你们，基金亏钱的那就叫做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至于谁买这些 ETF 基金，当然也不能靠散户那些碎银子啊。贝莱德最大的客户竟然是美国养老基金，然后是各大银行的储蓄金、保险公司的储蓄金、政府的资金等等等等。这真是用美国人民的钱炒美股，金融永动机啊！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贝莱德究竟何德何能，能撬动美国养老金这种国家级的资金呢？神秘的发展之路在这个时候呢，似乎分成了一明一暗2条线索。暗线上那条其实就隐藏在前面那些大公司的持股人身上。仔细看，为什么贝莱德都是他们的第2大股东呢？原来第1大股东竟然全都是一家叫先锋的投资公司，而细查先锋呢，你又发现他还是贝莱德的第1大股东。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难道一切芬克贝莱德也只是台前演员？
先锋幕后的大老板究竟是谁？犹太、财阀、古老家族，这个真的有点可怕。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条暗线不好深扒，我们还是来挖一挖公开可查的线索，看看芬克和贝莱德究竟如何起家。时间来到2007年，这时负责积攒人脉的芬克和负责理性分析的阿拉丁都在等待一声惊天巨雷的爆炸。这声巨雷呢，就是足以撼动美国根基的次贷危机。但别忘了，芬克早在1976年，也就是32年前，就已经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他当然知道什么时候爆雷啊，同时他也当然没必要把这一切提前预计，因为他是贪婪的华尔街智囊。他知道做多靠股票升值，你能赚10倍、100倍、1000倍，天花板的吧？但做空呢，我今天找你借1000股股票，每股10元，借到就卖，落袋1万元。等明天这股票跌的只剩下0.1元的时候，我再花100元把它从市场上买回1000股还给你，1万减100，空手净赚9900。这就是做空赚钱的原理，理论上翻倍数，无上限。所以那我芬克何不在危机前早做准备，广撒人脉，就等那一声惊天巨雷，然后再看那钞票如滔天洪水一般滚滚而来了。果然2008年3月，危机总爆发，像雪崩一样。美联储懵了，美联储身后一众大小银行家们也懵了，他们大脑一片空白，只看见雪崩越来越近，如何是好？赶紧抱团呐！而这一抱团呢，就让置身度外俯瞰雪崩又和谁关系都好、人脉广泛的那个芬克成了危机中的老好人。比如这个时候，雪崩中还有几个站得住阵脚的巨人，其中一个就叫做摩根大通，他们就成了众多大小银行家们纷纷求抱抱的对象。接着，当时雪崩中心有美国第5大投行贝尔斯登，他哭天喊地的去找摩根大通求抱抱啊，但摩根大通不动声色。他们请来了贝莱德为自己进行资产评估和咨询，说白了就是请芬克出面杀价。芬克也是沉得住气，根本不去还价。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了，芬克和摩根大通一起放出话说，如果没有政府资金的支持，我们将不收购贝尔斯登。这可不是儿戏啊！一个贝尔斯登倒下了，后面还有千万个贝尔斯登，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美国要完呐！急了当时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的鲍尔森，于3月17日周六专程打电话给芬克，聘请他和他的贝莱德来评估如何处置贝尔斯登的有毒资产，尽快促成收购。这真的是伤透脑筋的难题啊！左手是客户，右手也是客户，我芬克如何是好？很显然，在阿拉丁验算过上亿次以后，芬克一脸中肯地说，这样我自己左手和右手握个手就好，收购价300亿美元，交易就这样达成了。到了2008年6月，贝莱德又被 AIG 美国国际集团聘请，成为了他们的资产管理顾问。因为这家全球第18大的保险集团也急需求抱抱啊，可谁能抱得动如此巨无霸呢？贝莱德依旧不慌不忙。到了9月，想象中的那个救世巨人终于沉不住气了，美联储来了，他们也聘请贝莱德全权负责评估和处理 AIG 的收购事宜。于是，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展开了。AIG 和美联储双方代表在谈判桌上锱铢必较，争得面红耳赤。可回头看看了，大家竟然都是贝莱德的同事啊！大家都在根据阿拉丁的计算出价呀，这可真是蓝版呐，又是左右互搏。就这样，没人知道贝莱德到底从这种左右互搏中赚了多少钱，因为和这2场类似，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他参与过太多这种既是裁判又是双方运动员还是全体在场观众的比赛。大家只知道这之后，2009年，贝莱德忽然就鲸吞了巴克莱，成了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甚至开始管理美国养老金。所以，那这场危机中是有谁看中了芬克吗？对他委以重任吗？这个我们就不瞎猜了。总之，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作为拯救美国经济的关键角色，贝莱德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有一台超级 AI 阿拉丁，它能点石成金，还不快与我合作？于是，继美国之后呢，日本政府率先出手，他们也聘请贝莱德成为自己的资产管理商，来管理全体日本人民的养老资金。随后，从2010年代至今，
世界各国都开始聘请贝莱德使用他们的阿拉丁系统，这让他一跃就成了管理10万亿美元资产的超级巨无霸。更夸张的是，阿拉丁如果算上各国在它上面运行计算的资金量，让贝莱德的整体资产管理数量高达20万亿美元，甚至几乎可以说，你如今的每一笔消费、每一笔刷卡记录，这些看似机密的银行数据，搞不好都被阿拉丁一一暗中收集学习，因为他们都是贝莱德的客户，都在使用阿拉丁系统管理数据。这就是贝莱德的出手。另外补充一点，芬克在疯狂扩张的这同时，也顺手买下了几十上百万枚比特币和以太坊，甚至扬言比特币会涨到70万美元一枚，这简直太夸张了，让人无话可说呀。然而继续深扒芬克和贝莱德背后还有哪些隐秘的故事呢？芬克最初的华尔街人脉从何而来？原来从一个名叫卡贝菲的秘密结社中，我们发现了芬克的名字。与他名字同列的还有各种高盛的董事长、花旗的 CEO、纽约市长和美国商务部部长等等等等。这是一个传承已久的华尔街精英联盟，他们每年举行一次黑色礼服晚会，以接纳新的成员。同时，卡贝菲的名称由来则是有意将菲贝卡倒过来写的结果。而菲贝卡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诞生于1776年的美国大学生学术交流联盟，自成立以来，其中诞生过17位美国总统、42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136位诺贝尔奖得主。它的名称原始希腊语，翻译过来大意是热爱学习是生活的指南。然而，为什么一个华尔街的精英联盟要把菲贝卡倒过来写呢？据说是为了年轻人们在一种酒吧欢聚的氛围中更好地分享想法，而不是在正式的精英主义沙龙中进行讨论。他们想创造一种更加活跃的社团氛围，其标识与正版的菲贝卡相比，多了一个啤酒杯和高脚杯，还将正版中象征智慧和学术的伯利恒3星改为了更加象征团结与荣誉的纯人造符号5星。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群有别于学院书呆子的活跃青年，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吃和喝为格言。但据1941年迈阿密大学年鉴指出，卡贝菲字母代表的其实是被学院诅咒的意思，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群早期被菲贝卡除名的学生在各大学校中秘密组织了一个反学院结社。他们在大萧条以后呢，被华尔街的秘密社团继承并发扬光大。总之，当年年仅24岁的芬克为什么能在第一波士顿立刻化身披扣太郎，发明房贷债券？这个发明并不难，当时很多人都想到了，而芬克却利用自己在卡贝菲的人脉，第一次将它做成了日进斗金的金融产品，这就是他起步的原点。同时，芬克在1988年36岁，由于一月亏1亿事件以后，为什么能有8虎将聚集左右？其实他们8个人也都是卡贝菲的成员，他们就像早就得到任务一样，在坚定地执行创造阿拉丁用电脑替代人脑交易吗？或许一切冥冥之中早有更高层的安排。如此庞大的全球之网，为何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或许这和他们控制了几乎全球60%的主流媒体有关。如果算上先锋和贝莱德这2大集团，他们控制着福克斯 18% 的股份， CBS 16% 的股份，康卡斯 13% 的股份，迪士尼 12% 的股份等等等等。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做出决策前必须咨询和征得贝莱德的同意。同理，那些被他们控制的各大科技公司掌控着新媒体和流量也一样啊，像是 Facebook、谷歌、亚马逊、华纳，他们也不想让自己过多的暴露在这些新媒体上。真的不能往下说了，但愿你能看到我这期节目吧。与此同时呢，这些媒体信息、舆论信息还将在他们的阿拉丁系统中与全世界的金融数据相结合计算，预测选民行为，预判经济周期，以及逆向媒体灌输思想，这也将对他们来说变得易如反掌啊。
阿拉丁真的如此强大吗？首先，这是一段伊朗裔美国商人贝特戴维的揭秘。他曾是华尔街工作过的局内人。他说，有一个机器人控制的财富比地球上任何国家都多。他真正的总司令就是拉里·芬克。We say we have a commander-in-chief, but really the commander-in-chief is Larry Fink. 接着，这又是一段德国媒体揭秘阿拉丁系统的暗访。原来他不在豪华的大楼里，也不在核心的机房当中，而是跟随着258号公路一直深入到美国西北部。记者们在华盛顿州的山地韦纳奇找到了他。他的硬件所在地和具体架构长期以来都一直是一个谜。但这次探访中，记者们发现他藏身在一处苹果园之间。Alles Aladins Hardware ist streng geheim, aber hier soll der Supercomputer stehen, versteckt zwischen Apfelplantagen. 那一大片灰白色的房子，据悉就是阿拉丁的机房，占地面积相当大。没人知道它里面到底有一台什么样的 AI， 只是主持人说它给人一种监狱的感觉，守卫森严。显然，探访中记者还发现了他们拥有自己的发电厂。而在山上继续探访时，记者发现周围全是围栏隔离，陌生人无法靠近。从知情人那里获得消息后，记者相信这台阿拉丁系统不仅可以记住过去地球上发生的各种事情，还能模拟和预测未来的场景。这就是贝莱德之所以能撬动金融市场的利器。甚至记者还进一步挖掘出这样一个有关阿拉丁的内部宣传片，一种新型的智慧，为了一种新型的投资，我是阿拉丁。当这句话从拉里·芬克口中说出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据德国记者，这段暗访发生在2017年，那会儿我们大众视野当中还没有 OpenAI 和 ChatGPT，DeepMind 的 AlphaGo 也才刚刚击败李世石和柯洁。但是通过我们前面有关 AI 之父的影片梳理，大家应该不难看出其中的时间线端倪吧？因为早在2012年 AI 之父辛顿的实验室中就已经开始利用 GPU 训练神经网络的秘密，而贝莱塔的触手又早已深入英伟达和谷歌，他们会不会早就也开始用 GPU 训练他们的阿拉丁呢？如果是，那我真的无法想象他们所使用的这套 AI 系统已经进化到了什么阶段呢？比我们提前至少6年。会不会这才是 AI 之父杰弗里·辛顿扬言毕生只干一件事儿，那就是狂喷 AI 的真正原因？ AI 毁灭人类的方法，辛顿也预言过是借助商业竞争和国家博弈，在不断被放大的人类野心中一点点壮大自己。真的不敢想如果未来贝莱德真的越来越强势，那似乎只能证明一件事儿，那就是操控着世界的男人已经被他背后的 AI 所操控。回到2017年的暗访，德国记者在拍摄中被安全人员阻拦，并被告知这是私人领域，请立即离开。谁也不知道阿拉丁内部究竟如何，是否已经有一个觉醒的 AI 正在悄悄控制着世界。细听这句话。Unaffected by our scale. I'm not even. I mean, look at. I'm proud of what we've done. I don't want to suggest I'm not. But most importantly, I just see a huge horizon with huge opportunity. 这是德国记者在暗访时挖出的一段拉里·芬克早在2012年就说过的话：能驱使我的不是对公司规模的追求，我为之自豪的是我已经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前景和巨大的机遇。所以这是说他2012年就已经看到了未来 AI 精算一切、掌控一切的格局吗？或许想想也是，就像华尔街的贪婪从不思考未来一样，为了赚钱，他们每天能制造出10万条把自己绞死的绞索。而当金融海啸来临时，一半人不知道绞索是什么，另一半人根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呀。这就是人性贪婪的真相。当它与 AI 结合时，我们指望华尔街操控 AI， 恐怕真的想多了吧。自2012年来，芬克每年都向全球 CEO 发布一封公开信。随着贝莱德管理的资产从2012年的 3.8 万亿美元飙升到2025年的 11.5 万亿，本来已经有不少人将其定义为
资本分配的中枢神经系统，说它正在通过阿拉丁系统和金融工具重塑企业行为准则，是用华尔街的语法重写社会契约。还说，当贝莱德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日本 GDP， 这些信件就不再只是投资指南，而是资本介入文明进程的宣言，等等等等。可是就在2025年的公开信中呢，我们似乎看到了芬克突然转向。总结一下各年度阶段，他的公开信核心主张大致如下，发现没有，几乎年年都在说气候问题。然而就在今年，突然不强调气候了，开始主张能源实用主义了，说人类现在需要从石油能源变到清洁能源的那个桥梁能源了，开始批判一刀切的清洁能源教条主义了。这是为什么？难道 AI 真的重新算出了某种更宏大的人类格局？又或者暗中有谁正在和芬克与他的 AI 对抗？但愿我们的未来别真的是什么都已经被 AI 写定的脚本吧。我们进化了400万年，还是更习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好的，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进化了400万年，或许真的不如 AI 进化4年呢。